吉米和奈特都在满心欢欣的状态下，签订了一个10年期限的聘用合约。吉米开心，是因为虽说自己要去华夏给叶晨打工10年，但好在奈特还能给发1400万美金的年薪，即便自己只能拿到其中30%，好赖的也有400多万，足够维持一家人的正常开销。而奈特开心，是因为他还不知道这10年合约代表着什么，他只觉得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这道坎儿算是过去了。要是未来10年，吉米能帮自己跟罗斯柴尔德拉近一些关系，那就更好不过。于是双方兴高采烈地完成签约，又相互交换了共同签署的合约。随后吉米站起身来，开口道：我刚下飞机都没顾得上回家，就来公司了，家里人还在等着我。既然合约已经签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我会准时来公司上班。吉米并不打算现在就告诉奈特实情，他需要先把合约拿去做好公证，确保自己所有的权益都能得到保护，确保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才能跟奈特拔刀相向。奈特此时哪知道吉米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陷阱，他见吉米明天就要来上班，还急忙关切地说道：吉米，你这么远回来，一路上肯定也很辛苦，不如在家多休息几天，这几天就算是额外批准的带薪假，什么时候休息好了，状态也调整好了，再来公司上班。吉米不假思索地说道：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毕竟公司待我不薄，我肯定也不能让公司失望。奈特对他的敬业态度相当满意，赞叹道：吉米，你能有这个态度，我相信将来你在爱丽丝的前途一定无可限量。吉米点点头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未来10年多多关照。放心，奈特点头道：以后我一定会为你争取更多利益，希望将来你能成为全美国收入最高的律师。吉米假模假样地说道：我一定尽力。奈特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问他：对了，吉米，你既然和罗斯柴尔德先生关系不错，能不能邀请他哪天到公司来坐一坐，大家一起聊聊天？吉米道：这个实不相瞒，可能不太方便。罗斯柴尔德先生现在人还在华夏，一时半会估计回不来。奈特笑道：不要紧的，我知道他人在华夏，不然你们也不可能碰到一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等罗斯柴尔德先生回到美国之后，你再约一下他看看。吉米忽然灵机一动，开口道：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律所年底刚好还要一起外出度假吗？不如就组织所有董事会成员还有高级合伙人，大家一起去一趟华夏好了。到华夏我肯定能约到罗斯柴尔德先生跟大家一起见一面，到时候咱们组织一场内部会议，我一定想办法邀请他参与。奈特有点诧异地问：公司福利性质的度假是出去玩的，出去玩还开会，是不是奇怪了一点？吉米道：这你就不懂了，旅游开会是华夏企业非常流行的一种模式，抽个月感，还能确保中低层员工接触不到会议内容，更有利于核心团队的团结。说着，吉米又道：这种方式在华夏不叫团队度假，叫团建，建成团队建设。奈特听到这里，不由眼前一亮，感叹道：这个听起来有点意思，团队建设，不错，确实不错。说罢，他问吉米：你确定咱们去华夏团建，你一定能邀请到罗斯柴尔德先生参加会议？吉米拍着胸脯保证道：100%，咱们直接去金陵，罗斯柴尔德先生就在那里，到了之后我来跟他联系。奈特顿时激动不已，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可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，绝对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能有机会与他结识，简直就是之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。而吉米之所以临时起意，要把奈特以及核心团队忽悠到金陵去，主要也是考虑到，单凭自己不可能让奈特心甘情愿地放走10名高级合伙人，而且还为他们支付未来10年的薪资。这件事情最终想要落地，还是要靠史蒂夫的影响力。既然最终需要史蒂夫来扣动扳机，那不如把团队直接拉过去，送上门让他扣。到时候史蒂夫当面来办这件事，
奈特估计会更加崩溃，自己也能推进得更加顺畅。更何况自己现在还对奈特恨之入骨，这正是一个报复他、打击他的绝佳机会。可奈特哪知道这些，他只知道吉米给了自己保证，只要去一趟华夏，就能与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见面，这简直太划算了。只要能见史蒂夫，别说去华夏，就算让他绕地球一圈，他也心甘情愿。于是他与其他几名董事会成员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大家的眼神中也都对吉米的提议充满了期待。于是奈特便大手一挥，豪气地说道：这样，公司出钱包机，所有董事会成员、高级合伙人明天一早带着护照到肯尼迪机场集合，大家一起飞去金陵搞一次团建。说罢，他对身边一位女董事说道：曼迪，稍后你通知下去，所有高级合伙人必须参加这次团建，任何人不得请假。曼迪点点头，好的，老板，我稍后就发邮件通知所有人。奈特又道：对了，你通知一下行政部门，今晚确定好包机的事情，包最大最好的飞机。曼迪道：没问题，我来安排。奈特看向吉米，吉米，你刚回来，明天就走没问题吧？吉米笑了笑，你都安排好了，我有问题也得克服一下。说着他又道：既然这么定了，那我就赶紧先回趟家，把该安顿的事情安顿好，明天一早跟大家在机场会合。好，奈特难掩激动地说道，你赶紧先回去处理家里的事情，稍后包机的起飞时间定好之后，我会让曼迪通知你具体信息，咱们明天早上在机场见。